当年在怀光市，短短3个月间，接连有3名女性在自己家中被害身亡。3起案件最醒目的共同点是，女死者都穿着鲜艳的红裙子，躺在散落着玫瑰花花瓣的床上。致命伤是腕部割伤，伤口系着蝴蝶结，由于失血过多，导致死亡。老师就在怀光市的刑侦支队工作。起初他的侦查思路特别注重第一起案件的调查，想从起点入手，尽快找出杀人一事背后的动机。尽管投入了大量的警力检索、排查各类型的小毛贼，有前科的嫌疑犯抓了一大堆，都没有获取实质性的突破。那有人员范围的锁定吗？很难，因为现场缺乏可供痕检的痕迹留存，也没有采集到有效的指纹。这个人反侦查能力这么强啊！你们有做犯罪人物的侧写报告吗？当然，但是当时的犯罪侧写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直接运用在调查当中，并没有获取重视。就在警方一筹莫展的时候，有一个自称是凶手的人投案自首了。自首了？是一名会计，叫陈丽。怀光连环杀人案在当年之所以能结案，就是因为陈丽自首。警方带着陈丽指认犯罪现场，他非常清晰地描述了自己的犯罪过程，口供细节与案发现场的情况都能一一对应。动机呢？说是不满前妻出轨，才会连续杀人泄愤。犯罪细节没有披露，那只有凶手最了解作案的过程，那凶手就是他了。唯一有一处 bug， 在第一起案件中，法医从死者的身上提取到了精斑残留，经过 DNA 的鉴定，并不属于陈丽。那这是很大的疑点了。当时给出的解释是，死者在被害前与其他的男人有过性行为。这个疑点还没有经过细究就结案，那也太武断了吧！你跟老师的反应一样。听说他当时冲进了支队长的办公室，差一点把桌子掀了，不让支队结案。我都能想象出来老师是什么样子的。但是当事人并不承认。可是没办法，陈丽出现的太是时候。那王老师认为罪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？怀光当地人，单身独居的中年男子，没有固定的工作，但是有一定的财力，或善于言谈，或相貌端正。各位领导，3起杀人案的案发时间没有什么特殊的规律，一起发生在休假期间，2起发生在工作日。这表明什么呢？表明凶手是不受单位的考勤制度的限制。当然了，凶手也可能没有单位。从凶手选定目标到杀害目标的整个全过程中，没有出现过明显的反抗和挣扎的迹象，被害人的身上也没有束缚伤、防御伤。现场我们也勘察过了，门窗完好无损呐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被害人是心甘情愿地把凶手领回家的，也就说明，这个男人在女人的眼里是很有吸引力的。那什么是吸引力呢？无非就是钱财貌，对吗？陈丽是一个小公司的小会计，一个月1丁点的收入，人其貌不扬，话都说不清楚，单位不受人待见，家里条件一般。陈丽是不符合嫌疑人的一切特征。他怎么能是杀人凶手呢？不可能啊！怀光系列案件里，最鲜明的特征是凶手在选择目标的时候，有特定的倾向。穿红裙子的女人，这一点很关键，这是凶手在选择目标时重要的标准，也是贯穿整个连环杀人案的内在动机。曾经有个穿红裙子的女人，让凶手极其仇恨，他通过杀害与他形象相符的女人来泄愤。
是他的妻子吗？我所了解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，其他的我也不太清楚了。我能看看你家的衣柜吗？哦，好的，谢谢。我所有的衣服都在这儿了。你穿红裙子吗？我从来不穿红色的衣服。老师去找过陈丽的前妻，结果是一个传统朴素的女人，衣着打扮也近乎于保守。她说她从未穿过红裙子，更没有出轨。与陈丽离婚也仅仅是因为两个人的性格不合。那不就能证明他是撒谎了吗？不就可以翻案了吗？老师还没来得及把报告呈上去，陈丽就死了。肝癌，拘留期间就死了。那我有答案了。是猜测，不是答案。我们都有猜测。陈丽也许是在替人顶罪，凶手把作案的细节都告诉了他，然后让他去自首。在没有证据之前，猜测永远只能是猜测。陈丽死后，确实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凶杀案，而且犯罪侧写一直停留在理论的阶段，一直以来都只能作为调查的参考。有时候真相会证明理论的完全错误。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没事。那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啊。怀光连环案和817案还有我哥，他们之间的关联到底是什么？817，你只知道你哥哥周晨的牺牲，还有他的配枪不见了，对吧？我还知道，那伙案犯是姚组长抓到的，线人是你。你不知道的是，你哥哥在临死前与817的犯罪分子有过精神的搏斗。警方在他的指甲里提取到了血迹，血迹的 DNA 与20年前怀光案经班当中的 DNA 比对结果一致。那他们是同一个人吗？正是因为这样的关联，在817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，省厅决定从怀光案入手，来找这个817的参与者。可是怀光案也是疑点重重，根本都抓不到人呀。就从疑点开始，老师当年根据侧写排查了很多人，这些人都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都排除了嫌疑。是侧写有误吗？你说的没错。重启怀光案之后，老师把当年警方财政的记录都交给了我，让我出一份侧写报告。他怕自己的思路影响我，并没有告诉我他当年已经写过侧写。那结果有什么不同吗？年龄，我认为凶手并非是中年男性，而是年轻人，在18到23岁之间。充满仪式的案发现场，轻易地掩盖了最原始的杀人动机。周姐，你是在看我吗？没有啊。你又在说谎。你怎么了？喝瓶可乐把自己喝醉了？不是可乐，是海鲜。我海鲜。啊？海鲜味的泡面，你都过敏了？不至于吧？这没来得及告诉我。你发烧了吗？没事，一会儿就好了。走吧。你要是有事儿，一定告诉我啊。
对了，我们说到哪儿了？哦，犯罪动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不管这个凶手把现场布置得多么花里胡哨的，他的原始犯罪动机还是强奸。性欲性，动机犯罪。当年既然凶手能让被害者主动带他回家，说明他具有一定吸引女性的能力。按道理，他不缺女人，让他在性欲上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会有两种：第一，他有性功能障碍；第二，他和女性接触交往的方式与正常男性差异较大。但是第一种已经被我们排除掉了，因为当年在女尸体体内提取到了精斑，所以我认为应该是后一种情况。女人带他回家不一定是因为他有魅力，也有可能是他激发了女人的保护欲。中年男性很容易让女人有天然的防备心，但是年轻人在这一方面有优势。你还好吗？就快到了。结合痕检报告，我判定他是体型较小、身材羸弱，看上去并没有很大力气的年轻男性。出现时极其弱势。在3起凶杀案当中，死者的年纪呈增长态势，这说明凶手更偏向于选择更加成熟的女性。所以我推断，凶手未必是婚恋关系有缺失，而是早年母子关系有问题。单亲家庭，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，有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，而且他很有可能遭受过母亲的背叛、抛弃和折磨等，导致人格扭曲，迷恋女人的同时，又极度仇视女性。不过，距离案发已经过去15年了。即便是有新的侧写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也抓不到犯罪人。但是你有了线索。真正的凶手不是陈琳，是戚言。戚言，就是那个捅了我哥10几刀的人。你怎么知道他的？了解犯罪人的性格弱点，就知道怎么激怒他。我只是放了一杆，他就上钩了。什么？他亲自现身，请我回去做客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把他抓了，有惊无险。我跟姚组长提前做过准备，他也算是来得及时。你说的好像很轻松一样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姚组长带人端了他们的藏匿窝点。不过现在看来，很明显，他有一个不小的团伙在背后。那戚言呢？死了。猜到了。那个时候作为家属啊，他们告诉我们的是行凶者至少有2个人，一个伏法了，一个拿着配枪跑掉了。然后就告诉我们这个案子会继续侦查，继续就继续到了现在。周姐，当时枪没有找到，也没有弄清楚你哥哥遇害的原因，我很抱歉。你有什么好抱歉的？我其实没有离开省厅的刑侦组队，大学教授这个身份，也是为了隐藏警察的身份。我不会放弃。原来，你一直是警察。谢谢你，张汉少。
那你再跟我讲讲呗，那会儿你是怎么激怒他的，用了什么方式？好像不记得了。他见到你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呀？他跟你说过什么呢？你们都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，他总该说点什么吧？也不记得。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那你记得什么？你记得什么？记得周杰。5年前死的那个人是严少。严少，尊称，年纪轻轻，地位不凡。他死了之后，老谢停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有人说，他是因为受了刺激，也有人说他是因为少了人手，不自信了。大哥不这么认为。哼，817闹出的动静太大了，就算是老谢，也会有所顾忌的。大哥，那个严少是怎么死的？警察打死的，所以老谢才一直不让人动817那支枪，因为严少就是那次死的。可郑天偏偏要把他偷出来用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大哥，你见过他们？你是说严少，还是老谢？老谢你肯定见过呀。有年头了。那件事情之后，老谢躲得厉害，再也没露过面。那个严少呢？只听过鬼的故事，没见过真鬼。这么神秘啊！老大，都准备好了。好。大哥，来，坐。这怎么都不吃啊？啊？做戏得做全套啊！跑到这儿来露营，要是状态不对，不就露馅了吧？来，喝一个。来，大哥，来，你们吃着喝着。阿成，说正事。好。大华，哎，各位，先把手机都交出来。不管你们带了几个手机，全都放到这个盒子里。从今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就是我们恒运物流的中流砥柱。这是我跟大哥仔细商量过后，大哥钦定的。前几天仓库停电之后，相信大家多多少少也听到了一些事情。确实，那条通路出了点问题。今天之所以把大家叫到这么一个地方来，就是为了告诉你，我们不能再这么被动下去。我跟大哥需要倚仗各位，重建新线，既要快，又要稳。我是这么觉得的。赖三儿的事儿，我们要吸取教训。从今以后，我们要建立严密的组织章程和组织架构。我们会把人员分成4个等级，最上层，大区经理，我。
大区经理管理6名店长，也就是你们6位。每一位店长分管1名副店长。大头兵具体有几个，就你们自己来定。不是，大话写啊，这是。店长，不行干传销去吧？啊？对，大换血，而且还要加强把控。哎，那如果有人不服怎么办？底层的人员不服可以越层检举，我有权利罢免店长，但我没有任命权，任命权现在是大哥的，当然，以后会是大家的，尊重民意。如果在6位一致同意的情况下，你们也可以把我这个大区经理给罢免了。大家都没问题吧？接下来我们说说路径的事。小毛，陈哥，肉串码好。手机。大哥，我跟大哥的号码都存到你们的手机里边了。各位以往相对熟悉的人员路线，通过这个手机点对点的发给我，我会综合考量。从今以后，只要有关走货的事，我们只通过这个手机联系。好，那我先撤了。大伙儿有什么不明白的，可以问阿成。我没看错人。谢谢大哥。大哥慢走。今晚我们要明确一个原则：初步我们只试通路，不走真货。需要这么谨慎吗？我们不能让上面知道我们自己藏了货，更不能让上面知道我们私自走了。你说呢，李老大？老大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，想什么？我怕阿成想踩着您的肩膀上位。等到事情做起来再说吧。这次这么着急？最近上面可能有一大单货下来，能在我这里消化就好。根据赵小玉朋友的口供，他说赵小玉当天说想出去透透气，然后就再也没有回过酒吧。之后给他发信息，他说有点累了，就回家了。他是跟这个人一块儿回家的。有这个人的正脸吗？问题就在这儿，这个人好像在刻意的躲避监控。他从酒吧出来以后就带赵小玉上车了，一点正脸没拍上，而且车牌也是假的。赵小玉家附近的监控有查吗？丽水小区本来就是个老旧小区，可以查的摄像头不多，我都查了一遍，没什么发现。再给我放一遍吧。是。你先看着我保养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个车牌号能查出来吗？能，这个简单，来。宾地2A523是这个吗？宾地2A523。赵平，你查一下这个车牌号，看看能不能弄到行车记录仪。
两位跟我来吧。小玉，小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可怜的小玉，这是谁干的？是谁干的呀？我也丢下妈妈，小玉，好妈妈又怎么了呀？看看妈妈，你这不让白发人送黑发呀！都没事儿，你要不先回去吧，对宝宝不好。我们没事儿。我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跟我们家那个时候一样。那会儿我爸妈也是在里边哭。我就在这儿，这个地方，我甚至都不敢进去，也不敢看。小川，我是妈妈，你睁开眼看看我。秋雨，秋雨，秋雨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了？小五。等里边结束了，受害人的情况我来向他父母问，你别管。对了，下午宁远、新港的刑侦要过来，一堆事儿，我忙不过来，你帮帮我。小雨啊，你怎么就这样？谁干的？给我把他走！感谢，谢谢你。请您出山，您得多指指教。师兄，大侦探也在啊！好久不见，刘总，你好，领导，你们都认识啊？是啊，我刚调到总队的时候有过几面之缘，现在啊只剩听传说的份儿了。宁海方的，新港余的。你好，蒋教授。你好，局长，看过您的论文。
各位领导，咱们继续谈吧。好。行。挺厉害。哎，江教授，来，请坐。以前啊，总听王老提起你的研究笔记、案例分析，我都读过，没想到还能有合作的机会，青年才俊啊！啊，您过奖了。哎，调到政法大学教书以后，感觉怎么样？都挺顺利的。离开一线啊，你这一身好本事啊，真是屈就了。不敢说屈就，很好的工作。王老，您这是名师出高徒，高徒马上也成名师了。刘总，那咱们开始吧。好。周瑾，开始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志，有关3起案件的资料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，就放在手边。现在由我给大家汇报一下海州市赵小玉案最新的进展。死者名叫赵小玉，女，27岁，是在2017年8月23号10点46分的时候，我们接到了报案。死者当时是死于自己的家里，现场是位于滨江省海州市南城。现在看一下案发现场，重点关注一下这辆车。从这辆车的位置来看，如果说它的行车记录仪是正常运行的，那么大概率它是可以拍到嫌疑犯的正面的。放心吧，等我们的侦查员照片过来之后，就会明确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案发现场的照片。等一下，回到上一个画面。江教授是有什么？你在看什么？我裙子哪里不对吗？犯罪人不满意他们的裙子。犯罪人不满意他们的裙子。3条裙子仔细看，都被重新改造过。红色丝带周围的边缘有细微的毛边，是在现成的裙子裁下来的。裁剪丝滑顺畅，不细看就会被忽略。丝质的面料轻软柔滑，不容易控制。犯罪人精于裁剪，很可能擅长设计、缝纫。赵小玉的这条裙子，在胸部的位置改低之后，更具有风情，
也更能凸显她的身材。好看，但是暴露。其他2名受害人生前的视频我没有见过，只见过现场无证的红裙照片。但据我推测，状况应该差不多。不同的裙子，改造的地方也会不同，但是相同的地方是，都更具有设计感，也更暴露。你们可以对比查看一下。今天的研判会就到这儿，大家辛苦了，散会。王老二，今天真是很有收获啊！哎，谭队，回去之前我们想再去趟现场。是，让我派车送你们。好，周琦，哎，不用小周去了，我陪他们去吧。老师，我们陪你去吧。不用，我陪着就行了。小周丫头，你得关心关心江教授啊。你看他最近都瘦成什么样了，弄点好吃的给他补补。小两口。哎呦，小同志好福气啊！江教授可是块宝啊！我送2位领导吧。啊，行。这又不是大会议室，也不看全局的会，你排那么小的桌子干什么？哎呀，师傅，我这走啊，请你吃饭去。宝，今天怎么就你一个？啊，老板跟老板娘都出去进货去了。阿娟呢？不知道她人哪去了。再来2碗米饭。好，先去忙啊。好。会改裙子，应该是这个人做的最多余但最显个性的事儿。但是，他为什么会对裙子这么有要求呢？他有要求，不仅仅是对服装，还有对人。衣服是人个性的外化，塑造一个人的穿着，就是塑造这个人本身。把随机选取的目标改成差不多的样子，说明无论是服装，或是人，还有最终呈现的场景，他心里面都有一个自己对照的模板。所以他可能见过97年那个现场。鱼香肉丝好了，来了。该去哪儿了？拉肚子。快点，后面忙着呢。葱油鸡、水煮肉片。哎，阿娟，过来。这个，拿错了，3号桌，别忘了。收入问，我刚才还在找你呢。点菜啊？哦，菜已经点过了。感冒了？最近很多人感冒了，你们店空调设置调得太大了，要注意。哦，姐，那你先吃，我去后边忙去了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真戒了。你等我一下。别看我！别看我！起来！给我！起来！那天周警官说过的，你戒了。
不能让小木瓜知道，我们让小九回去了。阿娟，阿娟，没断过吗？我受不了，你给我一点，你给我一点，我受不了。阿娟，你给我一点。你能接掉？阿娟，给我说，可以，我知道很难，但是我可以帮你。你给我，阿娟啊，阿娟是你们干嘛？阿娟啊，阿娟干嘛？你不许进他们！你帮我，我不想被我爸妈知道。你帮我，你帮我，你帮我打开。你给我！二叔，你咋了？你告诉我，他是不是欺负你了？他强奸我！他强奸我！现在就打电话给警察！我来处理。大家别着急，他真是警察。往后退，我们相信他。他强奸我！周倩。他强奸我，什么情况？想强我吗？他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是不是又复习了？是不是？我不到。这是你的违禁品，有什么意义吗？没有。从什么地方来的？朋友那儿来的。朋友叫什么？做什么的？外号叫黑皮，是开货车的。能别告诉我爸妈吗？求你们了。已经联系过他们了，实际上，也需要你父母的帮助。哪里学了？还很妙不？没关系。这。我们已经问完了，就想回去了，有需要再联系你们。好。不进去吗？生日气呢，我不进去了。我去了。扯平了。我知道，你心里是想接的。你知道？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除了会说几句轻飘飘的漂亮话，你们真的能为我做什么吗？你知道那种感觉是什么吗？知道想戒掉有多难吗？有时候我觉得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阿娟，我知道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需要帮助的话，随时打给我。我有经验，有资格帮。
你也相信我，会好起来的。你是怎么撑下来的？我有非常想见的人，我想有一天可以健康的走到他身边。那个人是周警官吗？好好接受治疗。哎，江教授，你能给我个拥抱吗？我也会。一个女人，只有在吃醋的时候，才会意识到你对她有多重要。谢谢。我不希望他有这样的情绪。好好休息。回去了。他好些了吗？还可以。你刚说什么了？他看起来心情好了很多。说会帮助他。戒毒是一个很反复的过程，希望他真的能理解。他刚才是不是想抱你来着？没有。我看到了。谁呀你们？谁呀你们？跪下！知道我是谁吗？要死了你！陈哥不认识？陈哥？哦，陈哥，之前没机会见面，陈哥的大名我肯定知道的。陈哥好，陈哥好。我听说你最近出货了。我出货了，出了。我之前是不是说过最近不能出货？你为什么就是不听呢？我不知道啊，不是，是明雷哥让我出的货呀。放屁！我什么时候让你出的？我让你出了吗？啊！好了，都别委屈了。你说这事儿跟你没关系，他也说跟他没关系，你们这不是为难我吗？这样吧，你的人我就交给你，要扯皮你们自己扯，最后给我一个交代就行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从今以后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没有人可以坏我的事业，没有人可以把我的话当耳旁风。你这么搞，何老大知道吗？大华，哎，你留下来盯着他们，别让他们搞出人命。不是，哎，陈哥，你怎么走了呀？哎，陈哥，你别走啊！救我呀，陈哥！啊！哥，你怎么知道那家伙在卖房？救命！就是他。你把他正脸打印出来，多打印几个角度。
师爷，你不是让我调查那辆车吗？我找到了车主要来的行车记录仪，还真把那个人正脸给拍下来了。确认身份了吗？确认了，20年前怀光市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叫戚岩。谁？戚岩呢？戚岩！这不可能啊！这是怀光连环杀人案的凶手。这个案子本来是个悬案，20年前是我亲手办的，817案就把这个案子牵扯了出来。谁案了？是姚伟海带人去现场抓的凶手啊！你说的就是他？他叫戚岩，现场拘捕，警察现场当场把他击毙。人已经死了，死得透透的。姚伟海呢？啊，去省厅了。你会不会认错了？不会，他就是化成灰，我也能闻出他身上的臭味来。他在整个作案过程中，都刻意的规避了摄像头，怎么又会出现在行车记录仪里呢？真的是不小心吗？还是说，他就是故意让我们看见他的脸，故意要让我们想起戚岩？视频接人动过手脚吧？没有，这个不会有问题。法医鉴定结果出来了。我们在死者体内提取的精斑，经过 DNA 数据库的对比，确定就是戚岩的。我想和我的学生单独聊聊。好，来，我们出去分析啊。先别着急，来，走过。我先出去了。死了？还是亲眼看见死的？这怎么查呀？怎么才能抓到一个死了的人呢？这个视频，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，我们都不能被他牵着鼻子走。该怎么查，就怎么查。说的没错。你还记得我以前跟你说过什么？如果一条路走不通了，你该做什么？换一条路走走。现在看似不可能的事情，等真的抓到了真凶，一切都能解释得通了。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吗？这个戚岩呐，他是冲你来的。他为什么会在监控里露面，露出半拉脸？他是在向你示威。但至少可以确定，这个人跟戚岩脱不了干系。我想回一趟怀光，再去查一查戚岩的案子，看看还能不能查出一些什么新的线索来。好。这一下啊，又回忆到5年前了。这个戚岩呐，把自己的生平是抹得干干净净，光滑的像从石头里蹦出来一样。当年杨卫海没查明白的事情，我们现在查起来还是很难呐。但是再难也得查。啊，你帮我订一张火车票，今天的去怀光。对，
马上之后把信息发给我啊。爷爷，你回来了吗？哎呦，小宝贝儿，爷爷没回来，爷爷在工作呢。爷爷，我想养一只小鸭子，可以吗？可以呀，想买多少买多少。妈妈不要养，说小鸭子会到处拉屎。小鸭子都拉屎，不拉屎的是玩具。爷爷回去给你买啊，买一个。再见。爷爷，我唱首歌啊，不唱。唱吧。好，爷爷唱啊。门前大桥下来了一群鸭，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嘿，不唱了，爷爷还有工作呢啊！爷爷再见。再见。哎，爸，你不能这么惯着他。你哪那么多废话你？赶紧把火车票给我买了。老师，哎，不着急，明天再回吧。哎呀，我一想到这个气焰，我心里就堵得慌，早解决，我就早舒心了。这条臭鱼啊，可毁了我最优秀的学生。老师，哎，我是不是让你失望？没有啊，你一直没让我失望过呀。真的，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呀。没有。海城，没让我失望过。你以前呐，是一台冷冰冰的机器，现在呀，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知道吗？现在有七情六欲了吧？跟老师说，你跟小周丫头的婚礼还不办不了？哦，今年不是工作忙吗？抓紧时间呢，我还等着抱徒孙呢，我。我跟你说，我小名都想好了。如果是男孩，就叫小咸菜。小咸菜。对，如果是女孩，就叫大米粥。漂亮不？这我得问问周姐。王主任，到了怀光有什么需要，您就尽管联系小周啊。好的，我就直接奔宾馆了，拿上东西到火车站啊，请留步吧。您辛苦了。好，王老师，我送您吧。还是我送你们，老师。小郑丫头送我，你是不放心呢，还是不高兴，还是不愿意啊？就是，钥匙拿来。王老师，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换个衣服。好，抓紧时间啊。小郑丫头，参加工作不少年了吧？我是荆州警校毕业的，毕业以后去了基层的派出所工作，后来又被调到了治安大队，1年以前刚来了刑侦大队。不容易呀。王老师，啊，怀光连环杀人案是不是除了专案组的人，就算是警务人员，也没有权利知道案子更多的细节啊？这个案子早就结了，按道理讲，过了刑事侦查的保密阶段，不是不能讲，但是这个案子牵涉到817，还有线人的安全问题，所以才没有公开。
线人是韩生吗？他跟你讲过了。哎，知道总比不知道强。他就大概跟我说了一些，毕竟有很多情况他也不方便对外说嘛。黄老师，我想知道这2个案子更多的细节，因为我的哥哥周川是817案牺牲的那名特警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我想知道，除了您会上说的那些以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地方？比方说，七言在怀光案里有没有表现出特别仇恨警察群体？仇恨警察群体？我哥，他最后很惨。当然仇恨了。韩生差点把命搭进去。他没跟你讲过？我不知道。是他的性格。体内注入了大量的毒品，清干净需要时间。行了，下锅崽子。老师，哎，别告诉我，我不想让他来，我不想让他。老师在。老师在呢。817的案子，江寒生改变了自己的职业方向，还差一点把命搭在七言的手上。这些你都不知道吧？红灯！当初那个投案自首的陈丽，他就是个替罪羊。20年前的怀光连环杀人案，真凶尚在，可真要重启调查，太难了。就算是5年前，案子也隔了15年。当年的查案骨干是调走的调走，退休的退休，有几个甚至牺牲在其他案件里了。怀光连环杀人案案情重大，陈丽他认了，又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拿不出切切实实有说服力的东西，
光靠一腔热血是没法重启的，必须要有绝对能查明白的决心。查不好，影响我一个人还没有什么，犯罪研究室那么多的民警呢，没有把握之前，我实在是顾虑重重。进来。老师，比对结果出来了，周川衣服上提取到的犯罪人 DNA 和97年怀光案的 DNA 完全吻合，是同一个人。我会以个人名义向省高检提交一份申诉材料，要求重新调查怀光市的案子。韩生啊，坚持要参与调查，这小子还真行。先是拿到了 DNA 的对比报告，证实了怀光案性侵嫌疑犯参与了817，然后他又找到了当年负责尸检的法医，说服他出面作证，让他写下了这么厚的申诉材料。顶着重重压力呀，终于把这份材料递到了高检。唉，费尽周折呀，才得以重新调查。当年这调查呀，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。毕竟这个案子过去了15年，碍于90年代的技术条件，留下的证据是少之又少。在茫茫人海中，要想查到一个犯罪嫌疑人，得需要大量的精力和时间，那比登天还难呢。韩生决定不等了，他就下了一剂猛药。我先请老师帮个忙，联系电视台的记者，在黄金堂申请一个独家采访。采访谁呀？姚组长会告诉他。喂，师兄，我是姚卫海。那个小江同志是不是去找你了？江先生在我对面坐着呢，你就给我打电话来了。他说你要找我，不是你们两个背后搞什么名堂呢？他来找过我，怀光本地对他的调查也不太配合，我这边呢也没什么进展。既然他说他有办法引真凶现身，我觉得不妨试一试。你看，要不把小江借我用用？想都不要想！凶手单独作案的时候杀害了那么多名女性，现在他背后有一个完整的组织，连警察都敢杀。那个凶手10几年还在逍遥法外，你怎么想的？现在这个时候，你让我的学生替你去玩命？师兄，我现在就给你立个军令状，他来了之后，我让人24小时跟着他，绝对保证他安全，行不行？你少来了，你等一等。如果我说我不同意，你会听我的吗？不会。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回答我，你就是来给我添乱的。嘿，师兄，咱别动那么大肝火，再商量商量啊！不用商量，我把他借给你。老姚，你知道他在我研究室的分量，我把这个孩子交到你手里头，如果他有个什么3长2短，咱们俩32年的交情到此结束，再见，欧了。姚卫海呀，现在就在南城分局，他没脸来见我。或许姚组长他就是想要尽快的破案呢。他为了破案，姚卫海自从当上了调查组的组长以后，这人就变得疯魔了。你不管怎么说吧，要不是他的失职，韩生能走那么大的罪吗？老师，明天我请一个假，去准备一套上节目穿的衣服。去吧去吧，那我先走了。你等一会儿，再具体的跟我说说，你为什么要在电视台的黄金档做一个法制节目？是这样的，老师，性手长期缺乏关爱，很容易就发展成表演性人格障碍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我一定会通过各种渠道来监视警方的一个动向。如果有必要，我还会录一个无关紧要的口供。这样的话，我就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这些被我耍得团团转的主播。
你是想在电视台向凶手下战书？欢迎光临，先生您好，是要定制西装吗？对，可以看一下，喜欢什么颜色？红色。医学界对于精神病态的测评有一个量表，叫做海尔量表，包括20个评估条目，比如看起来是不是充满魅力，是不是操控欲极强，情感范围接收是不是有限，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缺乏共情，还有夸大自我价值、病理性说谎等等一系列的人格特征。我认为，如果红星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去做这一份量表，应该会拿到不少高分。但是有一条会是低分。哪一项呢？情感接受范围有限，因为恰恰相反，他的情感浓烈，强烈的情绪是他杀人和布置现场的冲动来源。从如何精心策划实施谋杀，他看起来像是很冷静、很冷血，但是暴力行为的驱动是因为受到刺激产生的，因为在他内心底层仍是一个有情感创伤的小孩。韩生知道对方的心理缺陷，他知道说什么才能激怒他。他这个方法呢，很快的就见了成效。驴上钩了，把人给我盯紧了。警方。给我打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指挥中心，张韩生被绑上的车是一辆黑色现代，我们跟上他们。听二叔说的，连环杀人犯看猎物的眼神是不一样的，他能辨别。把苏人绑起来！绑起来！来的。我们要抓的人不在车上，看着定位，继续跟着。江警官，你都没有见过我，怎么有自信说了解我呢？人不见了，发现了车上的手机和胸花上的定位器。你说什么？人不见了？人怎么会不见了呢？